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都这样啊？冰箱里有过期的饭菜不扔掉，存放一堆没有用的外卖剩下来的调料包，将没有分类过的物品随便塞进柜子里，家里竟没有一处可收纳的空间。我真不敢相信这是我朋友居住的环境，天哪！这次我来找朋友玩，住在他家。当我一进他的家门后，扑鼻而来就是一股难以形容的味道，家里也是乱糟糟的场面。作为一名极简主义者，喜欢干净整洁的我，看到朋友这个居住环境，我真的想连夜收拾包袱离开，真的是不开玩笑。这期视频呢，不是来说教我的朋友，而是我想呈现给你们看到我所看到的画面，以此去告诉你们如何有一个正确的生活方式，以及如何对家里的区域做出更好的收纳方法。我相信大部分在外打工居住的人来说，一个人居住很容易犯懒，下班后没有时间收拾家里，更没有时间去做饭，几乎呢就是天天点外卖。休息期间呢，只想在家里躺平，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想干。请问你有没有被我说中呢？当我进到这个厨房，我看到的是放了很久，已经开封过并且干掉了的调味料。厨房顶上的柜子呢，没有任何的收纳空间，很多没有用的塑料空瓶子，以及没有怎么清理过又黑又黄的柜子表面。我的建议呢是定期查看已经开封过的那些瓶瓶罐罐的调味料，为了更好的保存，尽量放在阴凉处。而且现在已经是夏天了，天气一热，食物坏得更快。至于那些剩下来的塑料瓶子，可以用来收纳开封过的食物和干货，例如豆子、粉丝、麦片，只要能装得进去呢，就可以利用起来，这样柜子里就不会囤积那么多没用的空瓶子。把外包装拆开后装进去，也能让你一目了然，清楚知道这里装了些什么东西。我啊，实在是有个疑惑，就是你们大家放那个隔夜菜放进冰箱里的时候，是不是都要用保鲜膜啊？我相信绝大部分10个里面可能有9个都是用保鲜膜吧。但是呢，我朋友家是从来都没有用过保鲜膜这个东西。如果剩下的饭菜没有用保鲜膜包起来，你的冰箱很容易就发臭。那这个冰箱里呢，有他经常吃剩的饭菜，特别是米饭，他喜欢一次性会煮很多，那一锅米饭呢就可以吃3、4天。里面还有一些他吃外卖剩下来的调料包和过期坏掉的水果和蔬菜，也一直存放在冰箱里。更重要的是，这个冰箱里面还放了他的一些护肤品和很多面膜。说实话，我看到这里真的心里有点膈应，就是冰箱里面放了很多天的隔夜饭菜，加上你平时用的护肤品混在一起的话，你要是给我，我是绝对不会用，这个真的是太恶心。所以我的建议呢是，当你在超市采购的时候，水果和蔬菜类尽量少买，也不要多买。当然，如果你是一家子人吃的话，那个没问题。但如果你是一个人居住，或者是你和几个室友住的话，你一个人吃的量，如果在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吃完的话，那就尽量少买一些比较容易过期的食物。你往冰箱里买了越多的食物，吃完的概率就非常的低，到最后坏掉要扔掉的概率就越大。接下来就是看一下客厅里的样子，柜子抽屉挺多的，但是就没有收纳技巧，物品没有经过分类就随意的被塞进里面。这样子出现的问题就是，当你想要找某件特别的东西，你就会找不到，甚至还要翻箱倒柜你才能找得出来。我看他家里有一些空盒子，可以 DIY 起来作为收纳神器，放在柜子里。其次就是玄关处空间不算大，东西呢也多，这里建议的是把柜子里一部分东西清空后，来装一些外出要用到的东西和暂时没有用到的帽子，都可以放进柜子里，而不是堆在桌子上。这样呢，在视觉上玄关处会更大一点。另外就是电视柜底下存放了很多没有用的空包装盒和很多的购物袋，在必要时购物袋可以在很多场合里都能用得上，但是存的太多显得家里就很杂乱，所以呢，只留下部分材质好和能承受重量大的购物袋，其他一些比较不耐造、容易坏掉的袋子都可以处理扔掉了。
这个柜子里啊，实在是太多乱七八糟的小东西了，比如换了新手机后不再适用的旧手机壳，零件坏掉的小物件，不再喜欢或者是尺寸不再适合你的东西，我能不能拜托你把这些东西都给处理掉啊？明明都已经不适合你了，或者是你已经不再喜欢这个东西了，为什么还要舍不得不把它扔掉呢？那些长期被你放在柜子里面的物品，你看不见它，并不代表它不存在，它只是在给你家里制造无形的压力和杂乱。卫生间的情况由此可见，它里面呢放了很多它的护肤品和化妆品。卫生间呢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容易积水潮湿的地方，然后这里面呢没有任何的收纳空间，它唯一的收纳空间就是洗手台里面的这个小柜子，还有靠在窗边的这个小台子。那这个小台子我建议的是放一些清洁工具，而不是一些什么粉底液啊、粉扑啊、腮红啊、口红啊，因为当你洗澡的时候产生的那个水雾和热气会很容易把你这个化妆品给溶掉。靠窗的这个小台子的空间还是蛮大的，这里建议的是购入一些收纳的架子，然后把所有物品都放在那个架子上面，而不是全部摆在洗手台上。这个洗手台的台面非常的窄小，你根本放不了那些大的瓶瓶罐罐，就算放在那儿了也很容易会一个不小心被打翻。另外还发现这里呢囤了很多还没有开封过的什么洗发水、沐浴露、身体乳等等等等之类的，但是我在另外的架子上面看到了新买的洗发水和沐浴露。在你没有用完这些囤货之前呢，不要去购入新的产品，你原本买的那些囤货呢只能落灰放在角落边边，那导致的情况呢就是你不知道家里有囤货，所以你要花更多的钱去买其他新的产品。那第二点呢，就是有些产品我不知道它过期了之后还能不能用，不管是任何东西，凡是它超过了使用日期之后就不要再用了。而且当你家里一直有那些囤货，同时你又一直购入新的产品，只会让你的家里看起来越来越乱，越来越糟糕。在视频的最后呢，我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正确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让你家里看起来像一个鸡窝一样，毫无秩序，毫无收纳空间。